好，那么他们给我一个资料了哈，说是这个农业部跟灾害防救办公室提醒我们媒体要注意哈，不可以用这个什么第三波溃堤，要用溢流哦。那问题就是说，所以我刚刚就讲嘛，就是我一听到这消息我就很怀疑嘛。假如说这个是一个坝，对不对？就是那个堤，就是那个堰塞湖了，土坝了哈。那如果说没有这边没有漏的话，那流的水都流出来，那就跟有没有这个坝是一样的啊。对，有没有这个堰塞湖是一样，它下雨就流出去了嘛。所以现在看起来，显然它这个有些地方，因为它很大嘛，所以有些地方它下面都是1.7公里这么大，有些地方一定会有一些地方比较松软的地方，所以才那么多泥水嘛，否则哪那么泥水呢？另外就是它那个堤防有2个地方或者好几个地方，说中间有破损，那也是一个蛮重要的地方哦。但是我想这个都是逃不掉的啦，谁的责任逃不掉，只是现在好好救灾比较重要了。哦，你现在去扯这东西干嘛呢？哦，所以你既然那周荣泰能2次下去，我觉得也不错，很快嘛。但你一去就要追究疏散责任，这是讲这干什么东西呢？对不对？就都不要扯这东西，地方也不要扯中央，中央也不要扯地方，好好救灾比较重要了，好不好？再看这个发1万，那到底要不要拒领啦？这个市召会呢是说他不领哦，那他不领当然很好嘛哈，但是可能有人要领啊，不是每个人都可以不领嘛，所以他们本来就说呢要加一个那个什么一个选项，就是说我不领，要给救国这什么爱国基金、救国基金，结果呢蓝营反对也没用啊。结果媒体反应也没用，是绿营自己的基层反对，这是什么意思呢？不准我们领，还要你这是逼人表态嘛？逼人表态是最可恶的，你知道吗？我要表态我自己会嘛，还有你逼我，还有我去勾哦，所以呢，这个说民进党立委都挺不下去，支持者也很伤心，所以你们一再反复，你搞什么鬼啊？哦，那这不是情绪勒索吗？哦，那行政院就说好吧，为了避免时程延宕。就维持原领取管道了，哦，也不增加这个不领取的选项了啦，啊。那另外呢，黄国昌就是你这是蠢到爆嘛，你市召会他有自己的看法，这是他的看法，你怎么听他的这个讲法建议呢？哦，那侯友宜现在赶快发吧，不要拖了啊。这个王宏伟就说这是挑战人性啊，就是1万块，对有些人他家里可能4口人啊，对不对？对他来讲。不无小补了哦，那现在很多物价又上涨，所以你这是叫人性，就是不要领，这不是挑战人性吗？哦，所以呢，你这个时候你自己踏入这个必输的局嘛，你怎么想的嘛？哦，那连这个林左水都批周荣泰说，他接受普发议案就是7蠢5比，他意思说根本不应该接受，不发就是不发，发了就不要再多嘴，发了就赶快发。还有什么？你要不要领了？你不领了，爱国了，爱党了，什么？这搞什么鬼？哦，所以真的很好奇。来，建议第一个我是会去领的啊，我们2个小孩，我们就是一家4口哈。那这个真的是，我觉得是角色太过草率了吧？而且他这样子的感觉，就我觉得对台湾社会带来一种撕裂的氛围，就是说好像你要去标签说，拒领的是比较高尚，比较爱国，比较会考虑到国家的财政。那我们去领了呢，就好像不知不觉就被你中央贴上一个标签。我们比较这个没有考虑，没有体察这个国家的财政什么，就是乱七八糟的这些标签都出来了。这个东西一做下去，整个社会又开始撕裂了。好，那我刚刚为什么说挑战人性？包括民进党很多想领，可是呢又觉得说那是比不爱台湾，所以想领，然后又觉得糟糕，那这边两难啊。所以说为什么是一个这个奇蠢无比的一个决策太过草率，政府这样来来回回缺乏事前的评估。好，而且这个市召会他个人意见讲了就算了嘛，你还到比较大动作的，还这样在接见他，还要跟他讲，那最后还说我要弄一个这个不领的这个按钮，弄下去大家都真的翻了，你才说那算了，那不要。你的这个前后来回折损的是政府的公信力，表示你这人根本没有想清楚，你只是就觉得说好像有人了解同理我，当初就不想发，那现在呢我不得不发了，所以好了，那有人讲出我的这个什么心声也好了，你真的是爱党爱国啊，那我们来弄一个。这根本你的决策没有仔细想清楚，弄来大家骂声一片说不要，政府的威信，政府的决策过程暴露无遗，就是这样草率反复人民的信任也失去了。来，大伟，
确实这个1万块这件事情让民进党的执政荒腔走板之外让大家看到他们真的是网络治国的风向球是非常在意的所以当时我记得在国会的时候，国民党提出这个版本要求的时候，他们还说叫违宪讲得很大声然后在这个726罢免的这个议题这个溃败之后呢，整个又倒回来，就是说他们接受他们的民代的意见，说就是因为输在这个1万这件事情，所以我们要急起直追，我们要回应民意，我们要体察这个民情。结果这个回复来之后，又走到刚刚第2波，就是说有人说那好啊，那成全大家之后，我可以不领啊。表示我比较高尚嘛，还是我真的比较爱国嘛？不知，总之是一个荒腔走板的考虑。那我觉得以卓荣泰这个内阁严格讲了当时大家都觉得他早该下台嘛为什么？从这1年来真正的政党的对立性，他毫无能力沟通，而且他是这个加码型的执政团队，我觉得这是第一个大家很灰心，就是说，总统在这个时间点上真的并没有递出所谓橄榄枝。第二个，这1万块这件事情都是给到每一个人自己生活所需的费用，他又不是10万20万，好像多大的钱拿了会很这个变成是叫做奢侈钱，不可能的东西是一个很这个民生性的法案。那我觉得。在当时苏贞昌先发的那个时候，其实大家也辩论过，就重要的在这个 CPI 就是通膨或者是物价等等的考量之下，还有关税的这个压力之下，给大家一点点生活上的这个补贴性费用，他全民雨露均沾，那不领的人他自然就不会去按那个 ATM， 他就不会进他的账，你还要去挂一个。这个名誉牌坊嘛，我就觉得这个就是倒过来羞辱人了所以我觉得他从善如流，那就是因为绿也先捉嘛。我相信议员你们也嘴巴里面不敢批评他，心里也觉得说你干嘛找茬自己所以我觉得绿也先捉是从这个概念上去处理的。我8个字是你可以莫名其妙多此一举啊。是啊，对，所以我相信就是说这个政策大概10月份左右可以执行那比较就是说到目前为止。行政团队的口水战，包括刚刚看到在救灾的时候，到花莲去启动那件事情的时候，是在检讨，还是要赶快把物资想办法协助送进去？那我们现在接到比较新的，就是说那个药品的缺乏非常严重，就是像他们卫生局也要开始调一些物资，特别是长辈的药品，这些都是现在各党大家去协助，政府跟中央地方就不要再分了。我觉得这个是大家共同期盼，伤害减到最低。休息一下回来。好，国民党主席最近也是大家这个热门在讨论了那我今天听说，因为中时中天要办4场，那国民党说要办15场。真的我本来听说国民党办1场辩论，1场这个政见，那后来呢，昨天我听到说要办6场，那大概现在有候选人反映了，说每个地方都要办，所以呢，现在6个直辖市要办，另外再找。这个9个其他的县市都要去办，跟党员这个面对面沟通，只剩下20几天，每天在办活动吗？我觉得这个候选人真的很辛苦那当然，从某个角度看也是跟民众沟通了那好嘛，反正现在就有人赞美，有人支持，有人就是反正有各种的批评嘛。那罗志祥就被人家说无意不语那什么台北也选嘛，桃园也选，高雄也选嘛，无意不语。好像基隆以前想选嘛，罗志祥就说有什么了不起我有企图心有企图心不好吗？很多时候不是我要选是党没有初选的时候没办法选如果有初选我就去参加了，搞不好我就当选了是因为没有初选，所以我才你们好像觉得我这边也要选，那边要选，这个没有一个公平合理的游戏规则嘛，这是罗志祥的答复了那另外呢，就是说这个。傅崐萁说本来要选的，现在不选了说呢可能会支持郝龙斌，但我知道这2天又不一样了好像我听到的傅崐萁现在呢因为他那天登记说要去了说要支持郝龙斌登记，郝龙斌就请你不要来了那傅崐萁听说不太高兴所以这2天他们好像就不是很好了但是傅崐萁呢到底是可以左右党的选举，因为他有影响力，而且他花莲有不少党员票抓在手里面所以傅崐萁的动向，那大家
听说傅昆萁找另外的候选人哈，现在不知道情况怎么样哈。那另外呢，这个盛智仁因为当过郝龙斌的这个局长嘛哈，他说郝龙斌是很厚道的，是有使命感的啊，受到他爸爸郝柏村的影响很大哈，而且他是有整合各方面力量的了哈。那最近在炒这个什么双城论坛，就是他那时候开始的，那多困难了。要有开创性，能够开创一个两岸的一个论坛是很不容易的哈。那个时候争取世大运，马英九时候都觉得根本不可能，怎么可能争取到世大运？怎么会在你台北举办就给你争取到世大运？没有人争取得到啊，他争取到了啊。那另外呢，这个南投正副议长现在现身挺郑丽文，跑出来挺郑丽文哦，不过许淑华还没有现身哦。那但是呢，正副议长是蛮有力量哦，而且是无党籍的正副议长哈。那另外张亚中人挺叫国民法官协会，哦，就是他们大概有那个听审什么那个叫什么审制啊，那个参审制哈，就是说有一个国民法官协会来挺他。而且张亚中说，我如果当选党主席，立刻成立公益部哦，然后呢，作为本土对抗贪腐、伸张正义的专责单位哦，所以呢，基本上公益部哦。然后呢，基本上就来平衡司法的不公哈。好，我们看一下。国民党主席选举各候选人不落人后，近期积极四处拜会。候选人之一前台北市长郝龙斌才算选主席，不是选立委而已。罗智强认为大家势均力敌。其实不管我跟郑丽文跟郝龙斌当选哈，大概就是一个91分、92分、93分的差别了哈。那到底谁是91，谁是92，谁是93哈？其实就让党员来评价，只有1、2分差距。但这天本来要和国民党团总召傅昆萁召开反绿色迫害记者会，因为傅昆萁人在花莲，记者会先延期。传出傅昆萁不选后转而力挺郝龙斌，甚至曾经劝退罗智强，但他还是没放弃。就我所到目前为止，他好像没有公开表态支持过谁嘛。好，那当然传言很多。那我的个性是这样，我不会去为难这个任何我们立法院的兄弟姐妹。兄长姐妹，我走的就是基层党员的座谈的路线，直面我们的党员的同志，来争取大家的支持跟认同。因为也被认为罗智强和郑丽文特质相近，建议整合出一组。也有人认为加上张亚中3人互补性很强，如果能协调成一个组合，必定能战胜国民党内的保守力量。但3个人似乎都没有这个想法。台北国民法官协会颁发聘书，力挺张亚中。不满国民党主席选举办法已经背离公平原则，损及政党形象。即便有整合建议，6位人选看来还是各自努力。来，乃金是这样子哈，就是说傅昆萁呢，他在党内呢，的确就是一个有争议性的人物啊。在大罢免期间的时候呢，如果说民进党呢不是采取这种无差别式的大罢免，而是呢针对性的啊，就是针对几个，好像傅昆萁啊几个人来采取这种精准式罢免的话，我认为傅昆萁呢被罢免的几率很高。好，那回到这个国民党的选举上面，它就变成是国民党的一个负债啊，就在于是他好像呢靠在谁身边的时候呢，谁就会被贴上一个很负面的一个形象。好，这是第一点。但是呢，他实际上呢，手上呢实际上又掌握了有相当大的人头党员的一个选票在他的这个手上啊，所以说呢，台面上呢，虽然每个人的讲法都不一样，可是呢，傅昆萁呢台面下呢，恐怕呢也是有在去支持。去争取啦，其他的这个党主席的候选人对他的这个支持，这是第一点啊。然后呢，在这一次的国民党的这个党主席的选战过程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到呢，每一个这个候选人啊，现在张亚中、郑丽文、罗智强跟这个郝龙斌哈，其实应该就是3位啦，就是郝龙斌、罗智强跟这个郑丽文啊。因为亚中老师我有上次已经提过，他这次的声势呢，跟他上一次比较起来呢，已经弱很多，所以就剩下这3位啊。他们3个人的风格呢，其实就很明显啊。比如说，在对于人头党员这件事情上面，还有什么宫廷政治这个部分呢？因为立文呢，他毕竟就是民进党出身的哈。民进党的呢，在去打这种党内党外的这个选战的时候呢，跟国民党的这个性格是非常不一样的哈。民进党呢，就是
我当面上面来谈的时候，我们也是谈的都不会什么客套来客套去的，大家都是杀的这个面红耳赤的哈，要什么东西呢讲得清清楚楚。然后党内的这个初选的时候呢，也就是公干哈，就是杀的血流成河哈。从过去的苏贞昌跟这个谢长廷的总统选举，到这个蔡英文跟赖清德的什么，他们都是这样子的哈。但是呢，他们杀完以后呢，就该怎么样就怎么样。我这抢夺到了这个地盘，该吃的肉都吃到了之后呢，分好了以后呢，大家就各安本位。然后民进党的这个支持者呢，他不容叛将的哈，他就不容这个民进党内有叛将，所以党的这样子的力量呢，会让他们呢，就是终究就是回到就是在民进党的这个体系里面呢，要继续去努力哈。所以说曾丽文呢，他就会批人头党员。大户哈，什么宫廷政治哈，他就会用这样子的这个语言啊。那可是呢，罗智强，比如说他今天在谈到傅崐萁的问题的时候，他就说啊，我不会去为难这个党内的这个兄弟姐妹了啊，因为呢，国民党的人呢就很怕哈，国民党人就不要吵，那所以呢，怕吵了你们就分裂哈，那所以罗智强的这个语言呢，就比较符合这个国民党内的党员他们所希望看到的这个。那郝龙斌呢，他就是一个比较宽厚的人嘛。到底谁有没有支持他？他到底有没有去争取什么人？然后中间有些什么样的过程，他都不说，他也不会说，他都没有讲。所以就是这几个人的个性就是不一样，就是呈现在这次的选举里面。不过呢，很关键的在于是说，因为呢，他们每一个人呢都累积下来了很多过去呢在党内的不同的恩恩怨怨了哈。像比如说这个志强。他因为马王政争的关系，他当然是在这个马英九总统的这个立场的，所以说呢，对于王金平院长他们那时候所代表的一些的本土的系统，很多人这次就是摆明了，就是我不会支持这个罗智强的哈。然后立文呢？我最近呢是非常的奇特哈，我就是有好几个朋友不同的来源的哈，都传给我一个。我在2023年的时候8月份，那时候呢，因为郑丽文呢，他是从一开始的支持侯友宜，到后来的时候反侯友宜，然后呢一直在挺这个柯文哲，然后一直在批评这个侯友宜，所以那时候呢，金溥聪帮侯友宜操盘嘛所以呢，他就是用一个那样的形容词说，要像挤青春痘一样把这样的脓包挤出去然后所以党里面呢，因为立文那时候还是不分区的国民党的立委，党里面呢也有这样的声音，觉得说你怎么可以当这个不分区的立委，一直在批评党的这个总统候选人呢？就是好像就是要用党纪来处分这个郑丽文。那我当时就是有声援这个立文所以说就有那样一段的这个影片，这个阵子在拼命的传，然后呢，很多朋友就回过头来问我，就说哇，你帮这个郑丽文讲话太好了是？我说这不是啊，这是2023年的时候。我在猜啦说这个时候呢，去传这样子的这个影片呢，它有2种用意啦一种就是说，因为呢金溥聪他在担任这个国民党秘书长期间的时候呢，他的派系他就是对于国民党的很多的这个派系，他也瞧不起，他也希望呢排除这个派系对于国民党在各种选举时候所的力量，所以他那时候呢。就是跟派系的协调非常的差，甚至于不协调，然后提名了很多的人，然后通通都没当选，然后这是一个问题，得罪了很多的派系。另外一个呢，他的作风就比较强势所以他在政府系统里面的时候呢，也很多的官员呢也都是很看不起，就不是看不起啦，很受不了这个金溥聪的这种风格。所以说呢，现在呢希望就是说能够。因为郑丽文跟金溥聪早就翻脸了，就希望能够把这种反金的这个色彩呢，能够加在他这次的党主席的这个选举上面了所以我觉得这无论如何呢，这都还是一个小范围的选举所以很多空气票上面的这个资源呢，能不能够化为是最后的选票的支持，那才是最决胜的关键。那郝市长可能最大的问题就在于是。他个人不是属于那种个人魅力很足的这样子的一个候选人所以说旁边有很多的光环的加持呢，
不能够他自己不能够发光发热的时候，在这种比较封闭式的选举，特别是还是有自主党员的情形之下的话，他能不能够争取到这些党员的支持？我觉得反而相形之下，接下来的那么密集的这种，不管是跟党员的沟通啊，不管是党部办的，或者是这个媒体办的郝市长能不能够在这个过程里面呢，发挥是跟群众，并且跟党员沟通的这种的他的特色？这会是一个还蛮关键的，否则的话呢，不管是志强也好，或是立文也好，他们的口才都很好的。现在再回来。好 ，TVBS 做一个最新民调高雄2026会怎样都把柯志恩作为民进党的这个4个强棒的对比人选那如果柯志恩出来选41%，赖瑞隆41%一样那柯志恩对许智杰42:36，柯志恩对邱莹44:36，柯志恩对林岱樺42:33。林岱樺原来在民进党里面是最强的，因为最近发生一些事情，所以还是司法打压什么还是有一定的效果了那特别是20到29岁支持赖瑞隆原来上次9月就是说113年9月，现在114年9月，去年做的时候呢，年轻人22岁支持他35%，现在蹦到52%现在增加很多所以呢，赖瑞隆到底做了什么事他也上过我们节目嘛那表现也不错，在我们节目上口条仪表都不错但是突然增加这么多那尤其美浓美浓是邱莹的地盘男子作为男子，照讲男子那边军区也蛮多，以前海军赖瑞隆都一下子暴升，从34升到46，在冈山美浓在左营男子呢28升到40，都增加12%，增加非常多的所以超越柯志恩在这个地方所以这个也引起大家蛮大的瞩目了那2022年挺柯志恩的时候5%转到赖瑞隆那边去了，到底怎么回事？所以他现在跟赖瑞隆打平，所以看起来高雄市这场市长的选战看起来应该蛮精彩的因为如果太悬殊就不好看了，势均力敌就打起来比较精彩那另外呢，今天许智杰哇这么早就成立竞选总部了结果呢，我们看到邱莹也去了，赖瑞隆也去了，林岱樺也去了，所以说他是不是就是一个最大公约数？他觉得对许智杰是大家觉得他没威胁呢，去呢，还是觉得他真好？我们都支持他，我们看一下。都没有得到积极的回应。针对美浓大峡谷盗采案炮火猛烈，挖壁案不过绿营也一一回击，一度沦为政治口水战。现在盗采案持续延烧，似乎也牵动着2026年高雄市长人选的民调。TVBS 2026年高雄市长可能人选的最新民调出炉，将柯志恩与4位民进党有意角逐市长人选的立委进行民调。其中柯志恩与赖瑞隆都获得了41%的支持率，不分轩轾。不过另外呢，许智杰的部分则是36%，柯志恩领先6个百分点，跟邱莹则是柯志恩领先8个百分点。林岱樺则是以33% 的支持度垫底。除了赖瑞隆跟柯志恩打成平手之外，柯志恩领先各参选人超过6个百分点。来到六龟的新源制茶来品尝我们最棒的山茶。脸书粉专抛出不同过去政策面的文章，而是走进地方介绍六龟在地好茶，想要改变人设，拉拢年轻人，策略似乎奏效了。在20岁到29岁的选民中，赖瑞隆支持度大幅提升，达到52%，高于柯志恩的33%。其他3位候选人也要加紧脚步。民调是个参考的数字。我的竞选办公室在上周刚成立，有信心要小心，继续领金。民调数字我们都会列入参考，继续提出愿景，请走基层，以争取更多市民朋友的支持。选举是一场马拉松比赛，过程路有领先，不过比赛看终点。近期的世界的话，受到这个影响的话，的确是相当大的一个警讯这样子。2026年高雄市长选举热度升高，国民党柯志恩与民进党的赖瑞隆支持度拉近，而民进党内部4强1，各参选人民调相差不大，如何脱颖而出，就看各阵营的选战策略如何出击抢得先机。来，赖委，
这我们看高雄，高雄确实刚刚看到民进党的几位对柯志恩委员的 PK 来讲哈，赖瑞隆的声势看起来是有的拼哦。那是否在短期内他已经被这个他们党内也视为是可能的人选啊？所以在整个民调的时候呢，地方上早就盛传了。不过那几位我们都认识哈，包括赖委员还有许志杰委员哈。那刚刚讲许志杰委员，他也常上节目哦，他也是很接地气的人哈。那在地方上，我相信也很有这样的一个魅力。台大机械系毕业嘛，对，而且他当过凤山市的市长，逻辑感什么都还不错的。所以我觉得他们这几个人选里面，大概最后钦定应该是上层的主意才会是最后决策，不会是用初选。因为刚刚看我们国民党的初选哈，还有很多好玩的厮杀啊，那公平性。民进党的初选越来越觉得好像也就有争议性才初选了嘛。我看他们已经定调了哦，很多地方根本就也不走初选的制度。那过去标榜的民主这个内部民主概念，也就差不多也可以放到那个抽屉里面哦。所以总体来讲，我相信高雄会是在明年的选举很重要的一个基础。那倒是要看国民党或者是说我们民众党哦，因为在高雄跟台南，我想绿的这个过去基本盘那么大。然后他们执政这几年，真的是已经到让大家这个敢怒不敢言哦。那透过选举，会不会有可能政治上或者是这个政党上可以有机会改变？我们是蛮期待哈，因为毕竟总有一些地方的质变要靠这个大家的努力合作，但是怎么努力怎么合作，就在于说现在我们在议题上面的共识高不高。比如说我看这几次高雄在那个盗采砂石的这个预防上面，还有大树区的这些问题，柯志恩委员应该都是打头阵哈。那包括新达电厂那些这个违法烧煤的部分，也都是国民党籍议员还有我们地方上的一些志工帮忙去。那黄国昌这些立委也很强力的在这个监督。整体上能源啊、空污啦，还有这个光电的弊案，所以我相信这几个议题，如果大家在野的合作，在国会发挥战力，在地方上赢得人心，我觉得不管是柯志恩委员或谁，都应该是有机会的。其实也跟赖委员报告了哈，民进党的制度是这样哈，就是说它有一些区好会进行协调，那协调它会以民调好，那所以民进党党中央现在成立的选对会，好，那选对会的成员来自党内的各派系，所以呢，大家已经开过几次会。那现在就在进行征询的阶段，也就是说去征询，比如说台南啊、高雄啊、新北啊，你哪些人我们想要选？好，那因为分执政县市跟非执政县市的哈，那非执政县市基本上是希望以协调啦。那协调机制有可能是民调，哦，大概协调也是民调，初选也是民调，只不过民调的内容跟题目什么叫各候选人有共识啦，大概是这样哈。所以您刚刚考虑的说有没有民主，我想这个您多虑了哈，因为民进党对这个部分是很重视。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我觉得啦，现在谈谁赢谁输还太早了哈，因为毕竟民进党很可爱，民进党的初选就诚如乃金姐讲的，初选下去以后呢，大家互相竞争，可是呢，当是谁出现呢，不团结那个人会被支持者谴责。也就是说呢，就算是5个人初选，那你如果假设说是赖瑞隆出现，或是邱莹出现，好，这2个呼声都挺高的。那如果说他们的呼声高呢，他们的民调赢了以后呢，大家就是坐下来一起支持他。如果不支持他的那个候选人，会被支持者谴责。好，所以这个民进党的文化大概是这样，跟大家做一个说明。就是不合作的选民不会投他了，其实就这样子了。来，建议。我是觉得柯志恩蛮有机会的啊，现在就是看着这个民调41对41哈，而且柯志恩最近打了这几个议题，我觉得他打得非常好啊。你看，不管是这个高雄的大树的这个光电案哈，那或者是说美浓大峡谷的这个盗采砂石案啊，或者是这个马头山的这个废弃物的问题，他在凸显的是什么？他在凸显的是高雄市政府你对你自己所管理的这个环境的治理都出了问题。好，那这个环境不是突然发生的哦。比如说那光电案，你要把整片这山林砍掉，哦，那得多久的时间？那为什么大家你根本没有在监督嘛？你的监督机制失灵嘛？那讲美浓大峡谷也是一样嘛？那至少都要花1-2个月的时间，全居民都知道，为什么只有你不知道？好，那你市政府你手上有很多的方法嘛，哈，对不对？你可以罚款，你罚个100多万，对那个几十亿的开发案来讲，那根本就是你就是没有在监督，没有在管理。所以柯志恩最近他在打的这些路线哦，我观察
它是给人一种清新、一种专业，而且凸显了现在的这个高雄市政府的这一种环境治理跟执政的失灵的一个状况。不过他上次高雄市选的就还不错了，上次选的不错啊。那你不要忘了，韩国瑜刚去的时候民调很低的，哦，韩国瑜那时候是后来是这样这个急速这个攀升哈，所以柯志恩现在这样的看起来高雄市这场是应该是蛮精彩的才对的哦。不过当然民进党自己内部也要先争啊，他现在4个人想选，他自己要去争，争出来的看到底是谁啊，然后再来。看起来国民党大概就是柯志恩了，好像也没别人嘛，他那蹲点蹲好久了，所以看起来就是这样。那民进党为什么做这个 TVS 什么做这个对比也是有道理的。那哪一个能够出头？他们做的对比还有互比了，他为2种民调来做了。休息一下再回来。好。大树啊，大树，我们想大树想到荔枝，大树荔枝很好吃，它的水果很好啊，它的光电啊破坏了山林，一大片一大片，结果现在7个人被起诉了，哦，有25000平方公尺的土地被剃光头，哦，真的是很多哎，哦，25000平方公尺，检察官而且危及下游了，因为你上游的水土保持做不好，就像你没有头发。我现在有头发，我水到了我头上，头发会吸收一部分嘛，有一部分掉到脸上，没有头发水立刻就掉下来，哦，所以那个水土保持的重要，为什么这个林木的这个栽培那么重要，林木的这个养护那么重要，就是这个原因哈。那你把山林都破坏了，所以就危及下游了啊。那时候水到时候我们常常讲那个径流速度，有草啊有木啊就比较慢，没有的话哗就下来了哈，就蛮惨的哈。那柯志恩说，高雄市政府呢轻罚纵容他们哦，所以呢才搞成这样哦，就跟这个谢颖刚讲，那不是一天造成的嘛？怎么是一天造成的呢？哦，那像美浓那个坑，一天几百辆砂石车先去挖走了，再倒，这看不到吗？里长也这边叫，那阿伯都出来拦车抗议哈。那说有7个黑心业者被起诉了，那这些黑业者到底怎么样呢？他为什么能那边搞那么久呢？有没有跟地方政治勾结呢？我觉得这个都要去详细的查，不过也许他们也不讲了哈。那柯志恩说，这是轻罚放水，所以酿成大祸哦，所以呢破坏水土应该严办啊，不能这样轻重啊。那另外呢，马头山的废弃物也过期啦，清理期限超过了，也没有人管啦，所以柯志恩再红，说是地方治理失能的缩影了哈。那有2804吨，一吨是1000公斤了，是很多了。哦，你看1000万、10万、280万的这个废弃物啊，280万公斤的废弃物啊。环保局现在说好，那我们去代理清理了。清完光环保局的成本都要花5000万，这是谁的钱了？就纳税人的钱了。哦，公帑就纳税人的钱了。那照理讲，谁倒谁丢，不是应该他出钱吗？对，而且他丢这些东西，他是赚了钱的，他帮人家处理，他是人家付了很高代价给他了哈。那另外呢，就是美浓，我们刚刚讲这个美浓盗采砂石，那非常满意，算满意的有37，就是高雄市政府的表现了。不太满意跟很不满意的44，38满意，40不满意，哦，所以不满意的高于满意的啊，但是。还有30%会满意哈，你就知道这也很奇怪啊。那另外呢，这个陈其迈的满意度好不好？是64%，哦，还算很高哎，64%，他上次只有60%哎，哦，这次还有64%，所以呢是历次的高点，算是很高啊。不满意也增加6%，满意度增加了4%，不满意度增加6%啊，所以对陈其迈的这个市政满意度啊。那另外呢，这个废弃物限期清除现在变成口号了嘛，所以马头山这联合报的评论了，马头山这个废弃物的案子呢，显示高雄市政府是僵化被动，没有主动来处理哈。好，我们看一下。大雨过后，光电板下方杂草丛生，强台化加沙刚过境，桥头地检署在这时间点公告高雄大树河山光电厂一案侦结起诉，还公开空拍画面。
51顷的山坡地，一块一块绿色植皮覆盖，周边整片绿色树林，但再往前还是看见有一部分被黑色光电板覆盖。侨检提供空拍画面，强调在9月16，检察长、警方、水利局都到场现勘，要求厂商把山坡地恢复原状，避免水土流失。因台风来临前做好防台准备，但居民已经不愿再让光电业者施工。里民有反对啊，里民的话叫他来解释到底在哪一种程度啊？叫做使用执照，那个立人署会发给他吗？如果说要使用的话，要再说明会啊。侨检在调查中发现，林姓光电业者在公有山坡地内擅自在不可开发区铺设太阳能光电板，第1、2期的案场违法开发面积就多达25000平方公尺。业者还和吴姓水保技师在山坡地未依核定计划实施水土保持时就开挖整地，直到6月中水利局到场判断已经影响水土保持功能，检方在7月执行搜索，羁押光电业者和水保技师。被告林某等7人及某工程顾问公司提起公诉，选在台风来临前，对2位业者及员工求处2年半到7个月不等的刑期。居民只盼发展绿电之余，也得顾及周边住家，就怕一场大雨造成严重灾情。杨伟，我回到刚刚看到那个柯志恩，我们柯志恩委员跟其他的4名这个现在最有可能出来竞选高雄市市长的人选啊，那么是我们的柯委员的这个民调，他的支持度一直攀高，而且真的有可能是所谓后来居上，我觉得我感到很高兴啊。其实这也反映就是说，其实很多的民众已经对于高雄长期被民进党执政、被民进党把持，然后但是呢又做不好，然后呢这些最近这些年你看到那么多的弊端，好都破坏生态，破坏这个环境，然后因为能源的问题，其实看到就是高雄现在的弊端这个频传。那么柯志恩委员的确是在这几个点上面都打得很好，不管在大树的光电案，然后美浓的这个砂石案大峡谷，然后还有就是我们最近也常在讲嘛，这高雄呢其实不仅也是有沙漠化，因为高雄的大树的光电厂它变成这树林都被砍平了，然后变成大沙漠，然后又美浓大峡谷，再加上新达的发电厂的气爆案，然后看起来就像活火山了。那么整个高雄其实乱七八糟的，那大家怎么可能还会认为说民进党长期执政，这高雄市会对高雄市会带来什么样的进步吗？但是另外一方面的民调也让我很好奇，为什么陈其迈的施政满意度还蛮高的，这不觉得好像这样的民调有点错乱？就是事实上大家看到就是不会去支持下一任的高雄市市长可能会是民进党，那么但是呢事实上又对于陈其迈的好像也还不会觉得他做得太不好，可是事实上这么多的弊端，然后说高雄市政府没有包庇，然后检察官也不动。这其实我不相信了，我觉得其实很大的问题。如果我们看这个民调看细一点哈，那美浓大峡谷吵得这么的问题这么的多，赖瑞荣在冈山美浓赢柯志恩10个百分点，然后呢大树的问题呢是包括在这个大树区是包括在凤山大寮嘛，柯志恩呢是赢了10个百分点，没错了哈，就说互有消长啊。然后我刚才提到，就是说，民进党它的内部是有这样的习惯，而且初选完了之后呢，你如果说我讲的意思，你要判民进党的支持者是不容忍叛将的，但是呢，赖清德呢，如果说是要执行他个人的意志，好，就是要提名他主意的这个人选的话呢，他会造成这个民进党内部的这些其他的人就不愿意配合，在动员上面来不利哈。这个呢就会变成是柯志恩的一个很大的一个优势了哈，因为我们看其他的这个民调看起来呢，其实邱莹哈是比较占上风的哈，那但是呢知道的是赖清德呢好像属意的是赖瑞荣哈，如果到最后真的是提名赖瑞荣的话，其他人会这么全力的辅选吗？我觉得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纯粹就选战来讲的话，其实一男一女比较好打。好，就是如果说民进党呢真的是到时候是通过公平的初选，然后是邱莹的话，
其实柯志恩要对上邱莹的话呢，这场选战就比较吃力。来，这个嘉玲，我看这个TVBS 我们这份民调哈，陈其迈他的满意度是64%，是历次的新高点。然后其实他最近在这个远见的评比上面，他也是6都的第1名哈。所以其实陈其迈市长在高雄市的执政状况其实是很不错，满意度算蛮高的。但是有没有可能说执政，然后接下来的下一任的民进党提名人能够把这样的光环或他的路线延续？我想这个也是陈其迈市长一直在考虑的点啦哈。所以在这几次的每一个候选人在出现的过程当中呢，大家也可以看到，我看陈市长好像跟邱莹走的比较近一点，好，那当然也有可能大家会觉得说，这个也有在谈说，是不是一定要非新系的啦，或新系？我觉得这个都还言之过早了哈，因为毕竟每一个立委哈，他在像孟凯他在淡水，他就知道说，我在这个区，也许大家都认识我。可是当我走出其他区的话，我知名度不一定很高，所以我对这一份民调也有一个 question mark， 就是说赖瑞隆他本身在前镇小港，那他在县区有没有那么高的知名度？这我就有点怀疑哈。所以在区的立委都会遇到这样的状况，除非说他是已经好多任，譬如说像许志杰，大家都认识他，因为他当过好多届，人又那么好。你看他总部成立的时候，大家都去恭喜他嘛，大家何不想说也想拉拢他看看能不能有好的合作嘛？哈，所以对于市政的满意度上面，我认为只要能够延续这样的市政的步调哈，还有路线来讲，我想高雄市民是会买单的。来，像你。我想刚看这个陈其迈市长的满意度高哦，我也觉得这个是不是因为2届的这个不再选这件事情，本来就是一个期末考加上祝福他的一个数字，所以我觉得不代表哦，现在大家对于新达的爆炸案没有追究，对不对？不代表这个码头山的废弃物罚300万可以过关，所以我觉得形式上大家理解，但是实质上的问题还是千疮百孔。来，孟凯，光电板废弃物跟倒废土，这都凸显什么？凸显地方政府在管理，第一，管理是不当的；第二，破坏土地，这是对于人民来讲是不可承受之痛一地；第三，这背后有没有官商勾结跟利益的输送？所以过去我们常讲嘛，民进党是青年勤政爱乡土，但是现在变成是什么？贪污、偷挖、倒废土。如果说真的这样子的印象被